是一个人的夜里，没人能控制住自己，让全部回忆藏在心底，废气淋漓。你想要的是现在，而不是那遥远的未来。选择的困惑，在闭上能懂你生气的原因，你空气无力，最遥远的。Hello everybody， 大家晚上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欢迎各位。每天每夜想你，害怕你的眼泪，没人为你抹去，不能想象没有了你的未来，你身边那位能让你过得比我更精彩。I want you， 我忘了你所有风雨，一直大步往前走，我又怎么能够忘掉你的。今天的故事告诉我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不能轻易许下诺言，就是不能轻易许下诺言。我今天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疯了啊！我也就是不知道咋的，就自己就疯了。我这一个品牌直播，我就好好给人做品牌直播就完了呗，那么就完了呗，对不对？非得在这显摆自己，好像直播多厉害似的，还告诉自己朋友，哎，那个嘛，那这个哈，那个这个直播完了一会儿我自己我自己播。非得显摆自己能直播这个东西，哎呦我的天哪，真是啊，也不知道咋咋想的。就纯就是疯了啊！就是有点感觉，就是好像心里没数的感觉。我当时我以为就是播完了，我以为我现场在那个品牌直播，我寻思我给在人这个地方就播完我就撤了，我就寻思我回来我寻思7点开始播，8点咋都完事儿了吧？我这横店那么大，我打个车回家就15分钟，我怎么也8点半我就给你们播上了。这家伙，这是品牌完事儿了，我还有别的环节，还有啥呢？还得拍照，有一顿换衣服，给他拍品牌照，拍完之后呢，然后又得那个录一些这个视频。你宁哥呢也长得有点残次品，就是照片得反复拍才能人品牌才能拿得出手，就是拍啊就得弄啊。啊，但是品牌很好啊，也是那个什么，也是那个整个流程非常顺利。但再怎么顺利，它也有那么工作量在那儿啊。然后呢，我当时我又完事儿了，我寻思那个也差不多了吧，对吧？差不多。然后我看也快10点了，行，我就准备就到家给你们10点播哈。结果忘了一件事，我明天要出门要去做核酸。直接打车又去上医院去做核酸去了，做核酸又在那排队啊，就在那嘚搁那排队，排完队之后呢，我一看表，我的妈呀，好10点半了。我一看了今天周几，今天周4，我寻思我10点半在直播，朋友们还有人看吗？然后呢，我就因为咱家还是有一些夜猫的朋友，一旦是什么呢？而且咱家有一些朋友就对我就是非常严格。在他心里，你宁哥就是一个完美的人，就是说过的事儿要努力做到，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借东西要还，损坏公物要赔偿，拾到东西要归还失主或交公。
就感觉如果我就当时那一刹那，我在那等做核酸的时候排队，我看上我的手表10点多的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今天要不播，就在你们心里落下一个言而无信的一个男人。于是我做完核酸，我就直接就回来，我连口饭都没吃，我就赶紧播吧，我再不播你们真是熬不住了。我也熬不住了，我明天要去录综艺，一大早的飞机啊，我也是要命了啊。有人说不会的，你是不会，但肯定有人会。而且我也不想给落下画饼，无所谓了，坚持一下吧，是不是？有什么不是一咬牙能够，有什么事儿是一咬牙解决不了的事儿呢？对吧？就咬个牙就完事儿了，就咬牙就播一会儿吧，反正也好久没播了。反正我就是打算，如果今天不播的话，我明天出门，然后明天属于就是行程日，我就可以什么呢？可以当时就是用手机给你们播。但后来又觉得今天既然说了，我怕你们有失望睡不着的，再失眠了，再当时。行，今天来个午夜场也挺好啊，但也不能太午夜，我一会儿播到也差不多我就睡，我一堆事儿呢，因为马上要去录综艺，然后呢衣服我自己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准备，衣服还没选，行李没收拾呢。哦，因为出去这一趟得准备好几套衣服都没选，衣服都没挑，怎么搭配怎么弄啊？不能想象没有了你的未来，你身边那位能给我更精彩。啥综艺呀？啥综艺？你去啊你啊？你是咱俩同行吧？你问我啥综艺，你是要去吗？还是怎么事啊？播之前我一定会告诉你们啊。有朋友说这个设备升级了，怎么这么清楚？那可不是咋的。无论做什么行业，我跟你讲，朋友们，你们也是从事你们也是可能上学的，或者是在工作的。在你自己本行业自己正在做的这件事上，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啊，无论从设备上，无论从你的内容上，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你明白吗？你看看现在很多这个，你看最开始吧，你宁哥在这个微博上直播，播着呢，现在很多艺人也开始播了，那我怎么要超越其他艺人呢？就是从设备上咱往上找一找，哎。人家是什么呢？人家是这个当时就一个手机呱一播，然后呢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别的东西，然后呢我那个时候我有声卡，我现在可以给你们放音乐，可以给你们唱歌。然后现在很多这个朋友们呢，因为通过认识了刘宇宁，然后也收到了一些设备之后呢，他们的设备也升级了。那他们设备升级之后，我又得再继续升级呀，我得卷他们呀。我这个直播清晰度就完全不亚于就是品牌直播。毕竟我是被封为2021年的这个直播 top 直播 king， 是不是？我拿的这份殊荣，这份殊荣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誉，而且还是一份督促。现在纯是看我直播，纯是4K 高清的，而且音效都是杜比音效。我这个直播间放这个音乐，直接你戴上耳机啊，就是绝对是立体环绕，然后视频也是非常的清楚，是吧？看着像个假人，你像个假人。我不就磨皮开的高了点吗？你怎么那么能损人呢？你在那儿啊？我磨皮开的高一点吧，你说我像个假人，你好像是个假人。有朋友说比品牌直播好看多了，你什么意思？就是品牌直播有点就是让挫是吗？也就意思，刚才我在做品牌直播的时候，没有现在在我直播间里帅气。你的意思就是，第一是嘲讽人家品牌设备不行，
你这样容易给我活整黄了，拉踩了开始啊。有朋友说品牌直播没有美颜啊，也是有的啊。你们不要如此天真啊！所有的直播呀都是有美颜的啊，都是有的，因为不是说拍舌尖上的中国，你哪怕就拍舌尖上的中国，它也是后期得调色啊。耶，有朋友说聊聊《安乐传》剧组，你是穿越了吧？你是不是就是这4个月你是就是考研去了？你在备课呢？好像和这个是时间这个我这《安乐传》剧组我都杀青5个月了，都已经多快。有朋友说清晰度不够啊？在这个直播选项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应该有一个高清选项。你把我的视频，你想看我直播，选到高清那一块儿，但前提呢，你是连的 WiFi， 你要用你的那个什么东西呢？你要用你的这个有朋友说画质好低，你们在说什么玩意儿呢？啊，你要用原画模式去看，然后呢连的 WiFi， 你这样式儿非常的清晰，无敌了。有朋友说今天好帅呀，就是其他的日子我令你失望过，对不对？在某时某刻让你觉得就是失望过。王鑫啊，王鑫。我拿眼镜过来。哎，今天就4K 朋友们，如果就是现此时此刻正是用什么呢？用那个WiFi 的朋友啊，就没有说用流量的朋友，你可以开启原画模式。那不要了，我不用了，来出去，出去。开启原画模式就很清晰啊。这个家的小狗，昨天晚上收工之后呢，它最近有点太丑了。然后呢，我在家我自己买了个推子，又给它剪了个毛，现在今天是稍微干净利索了，让它出个镜。毕竟我们家这小狗也是有超话的人啊，朋友们，多么的硬实，都有超话啊！你说多吓人？人家最多也就有一个那个有一个这个什么玩意儿，我们都超话，都有超话。哎。所以呢，我一想是你作为一个这个女艺人来说的话，平时因为我经常带她出门去化妆啥的，我颓废一点行，但是她也是有一些路透的啊。有很多朋友也是，她也是，我们家这个小狗也是有路透的。我寻思别路透的时候太难看了，就给它剪毛。有朋友说怎么今天没有动画片了？有些朋友是真是来我这看动画片了是吗？你要这么整的话，你走吧，好不好？你家也有电视，你别搁我这蹭电视看，好不好？你自己看电视去吧。啊，我因为我这个换了这个设备之后呢，直接就是什么呢？直接这个屏幕变小了，人显得大了。
啊，只能看到我这个帅气的容颜，角度没有之前广了啊，但是人看着比较清凉啊。好了，你下去吧，别给我线给我踩断了，你一直在捞我耳机，你这是啥的？走，好，烦死。精彩。有朋友问我说，今年开演唱会吗？不开，很明确的说不开啊。为啥呢？我之前跟大家说了，我说现在啥情况不知道吗？朋友们，你们不知道现在啥情况吗？今天这个地方得做核酸，明天那个地方就是现在就疫情嘛，而且咱们都是尽量别添乱啊，咱别就大型的那种聚会那种都尽量都别有啊，尽量都不要有，是不是朋友们？我就怕什么呢？我就怕我在弄个演唱会，好不容易谈完场地了，然后呢，谈完场地之后呢，朋友们把票也买了，买完之后直接告你们不行，开不了，延期了。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啊，我也自己也闹心，我朋友们，我这些你们也闹心，对不对？所以我就那就先不开就完了呗，也不是说就非得开啊，而且有的朋友，比如说买了我演唱会的票，然后当时呢，就是因为某些情况去不了现场了，你说那票也给你退不了，对吧？也没法退。当时你说造成损失了，你要造成损失了，我心里也难受，就大不了就别拍了，也就别开演唱会了，等稳定一点就再开呗，对吧？你宁哥就是干别的也能生存啊，对吧？不行就录点综艺呗，对吧？也能挣点饭钱啊。有朋友说那个演唱会票卖给你，预售，什么意思？我就是我下一场演唱会不知道啥时候开，我现在开始卖票是不是？啊，那哪能干这种事儿啊？我干不了这种事儿啊，就是那种的预售这种事儿，我是干不了的。我有几个我自己的做事原则啊。再一个，好像有朋友说，那宁哥你这样子呗，你既然说是这个线下容易说当时朋友买了票不方便说去不了，那你就搞个线上演唱会呗。别人我不知道啊，我感觉如果我刘宇宁搞个线上演唱会，我就感觉我在骗钱啊。我个人，我如果说有一天我说我搞个线上演唱会，我就是纯告诉你，宁哥在骗你们钱。为什么呢？因为我天天我直播就在唱歌呀，对吧？我直播没事，我直播就给你们唱歌，然后到时候我开个演唱会，还是在那给你直播唱歌，我在那骗你钱嘛？那不是干啥呢？是演唱会的魅力是啥呢？不是你坐在电脑前搁那看，或者坐在手机前搁那看演唱会，那不叫演唱会，那叫 MV。他看一个 MV 不用付那么多钱，所以呢，我觉得演唱会最大的魅力就是现场感受，你现场跟着唱，所有人大合唱跟你一块玩。现场的氛围，现场的感受，那个叫做演唱会啊。线上那就我觉得我要办演唱会了，那就是 MV。对，主要就是现场气氛啊，主要就是你看演唱会就是现场气氛，看的就是要，否则花那么多钱去干嘛呢？啊，你说这个人的歌能有多好听？好听你就他好听啊，就是那个什么上面听呗，你就播放软件上听呗，你也可能办个这个播放软件的会员就能免费听了，对吧？你说非要到演唱会就是听现场的东西啊，听现场的东西和感受氛围，就跟你看电影一样。你看电影为什么花那个票买那个电影票钱几十块钱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就你和搁家里放个电视或者放个 pad， 那是感觉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家里 pad 你可能办个平台的会员，比如说办个爱奇艺，
办个爱奇艺，办个腾讯啊，办个这个芒果 TV 啊，办个这个优酷会员嘛，就能看电影。对呀、你为啥？你说一个月，你说是，比如说办个会员多少钱，你可以无限看电影。但问题你是买一张电影票好几十，你只能看一个，对不对？为什么贵呢？有朋友说：“宁哥，你这个画面好立体，感觉都要从我平板里出来了。”就是看个直播都能看出裸眼3D 的感觉是吗？那你看点，我就出来了啊。哪里都是。有朋友怎么有点害怕？就是我当时我要是从你的电脑屏幕里钻出来，你觉得害怕是吗？你偷着乐吧，你在那儿，你也害怕，你在那儿，我的天哪，你是，你就是属于那种就吃惯了粗粮啊，就是像我似的吃惯粗粮，吃顿好的回家就拉肚子。你就跟那个黄子韬似的。有一次我回北京，然后呢，黄子韬在那个郊区拍摄，他也忘了，也不知道拍剧还是拍广告啥的。然后呢，我说我在北京了，你干啥呢？他说我拍摄呢，要不你过来找我呀？我说好，我就去了。去完之后呢，我刚一到，他收工了。然后当时我是自己开的车去。我开了将近2个小时到他那个拍摄地点了，我刚一到他收工了，然后呢，我说，然后呢，你是让我过来说看看你干活工作的状态，我来了你收工了要往回走了，我这2个小时白开了。他说那什么那行吧，我请你吃个饭吧。我说那你请我吃饭得吃好的啊，你要不我这2个小时白开了，我跟个长途司机似的，开2小时没停，到你的地方你要走了，然后我说你请我吃个饭吧，他说行，然后我们就吃了一顿特别贵的，吃完回家就拉肚子吐啊，就吃不了好的哦，吃不了太好的东西啊，就是那次就是感觉，因为吃那顿饭确实是挺贵，但吃完就全吐出来了，特别痛，特别的沮丧啊，特别的让我闹心。吃的啥呀？吃了一顿日本料理，特别昂贵的日料啊！吃了一顿日料。从不在意别人口中的知己。他说过了一有是难怪，也不是难怪啊，因为你宁哥从小在哪长大，你们不知道吗？你们肯定知道呀。我是来自辽宁丹东的这个小伙儿，问题是我们丹东就是沿海啊，沿江啊，从小吃海鲜，从小就是吃海鲜的啊，而且我们呢特别爱吃生腌的东西，我特别喜欢吃的就是我妈给我腌的那个虾呀、酱的虾爬子呀，然后炝的虾呀，这种都是生的，我特别爱吃生的东西啊。你选择了他们口中所谓的放弃。大半夜没啥事跟你们唠会儿嗑啊，唠会儿差不多困了，我也睡觉了，一堆活了，妆还没卸呢。刚有朋友跟我说，宁哥你给我展示个直播卸妆。等我60岁的啊，60岁可忙了，老多事儿要干了。有朋友今天状态不错呀，朋友们，我一天干仨活儿。我早晨是一大早起来去拍戏去了，我是拍到下午。
我早上起来拍戏了，朋友们，你们不知道吗？拍完戏之后，我不是问题是我通告你们不都有吗？我那天看粉丝群里直接把我拍戏通告都发出来，都是那种文本格式的，都不是说打印一张通告拿手机拍下来，你说给通告卖了，都不是，直接是那种就是电子文本的，跟我收到的是一样的。然后上午拍完戏，然后下午又直播，下午又品牌直播，品牌直播完了又拍东西，拍完东西我回来又给你们直播。有朋友说宁哥，你今天状态挺好啊，是挺好呀，啊，要不现在我就是昏过去了，有的话。泛起涟漪，你想要的是现在。我说夸你呢，你还上火了。我的直播特色不就是跟你们对着干吗？我上次不是跟你演示一个就是艺人常规的直播模式吗？你们需要我现在开启一个就是正常艺人的一个直播模式吗？你们需要吗？忘了吧，忘了吧，忘了吧，忘了你的所有。我说有想过做吃播吗？没有想过哦，我没有想过，因为我看好多艺人说做吃播，我觉得我不做，因为我感觉我做吃播这件事在浪费我直播的时间。因为我有好多话要说，我没有时间吃东西。而且我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我会觉得，就是如果你看我直播很少吃东西，除非我就以前也是，我饿得不行了，我就赶紧吃2口，因为我觉得你们都在看着我，然后都在等着我跟你们聊会儿天或者是玩一会儿。我嘎嘎在这吃东西，完我本身觉得这是不礼貌的，我个人啊，但吃播的是一种形式，那个是你们喜欢看的，那是另一回事儿啊。但是如果因为我不是做吃播的，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我在这跟你们叭叭，然后边吃东西边跟你们说话，我觉得很不礼貌。对，就有 WiFi 的朋友可以把这个画质调成原画。有朋友在劝我呢，说宁哥啊，你别把自己弄得跟个网红似的。没有啊，我觉得这个时代啊，怎么说呢？我是网红出来的，我是就是网红，确实咱这个不用否认。朋友们，我跟你讲，我发现了，咱们家朋友啊，非常的心疼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一出来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说，无论我上什么节目，无论我做什么事儿，都是来嘲我是个网红。他们很少有说我这个说个矮，或者是说业务上确实不行，就业务上还凑合，然后那个长得也就还行，然后个儿也够高也行，就他们很少说嘲业务上的东西，但就是嘲我，就说我是网红。确实我也是那个时候也经常被骂嘛，无论做什么都不行。然后呢，到了这3年呢，我也算出道3年了，现在是口碑稍微往回找了一点了，但是该骂还是说骂网红。但咱家粉丝呢，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咱家很多粉丝呢，可能也是很多朋友跟我，咱家这个老的那些粉丝一起陪我走过来的这些朋友，他也是就是跟我也经历了3年了，然后他也知道我经历了什么，他特别能感同身受，所以呢。当所有人还拿网红这件事来嘲讽我的那一刻，他们还是有点接受不了。他们还是属于就是好像就是只要提刘宇宁是网红这件事，咱家粉丝就心里那个防线就击溃了，破防了一下就破防了，直接啊！
但是我能理解，因为咱家朋友那些朋友是因为心疼我，他知道这2年宁哥经历了啥。但是现在我想说什么呢？你宁哥现在这一块呢，就是说提我是网红这一块，我反而会觉得骄傲。真的，我是属于这种人，我就是哪怕说现在说有人说提我是网红，骂我2句，损我2句，我都觉得是骄傲。为什么呢？因为我一个网红混的都比你心里那些明星混的好。你说说，你说多不公平，这是不是？啊，我出身这么低都能走到今天，我觉得，你应该思考一下了，而且现在艺人啊，就是不都去做直播了吗？对吧？咱说除娱乐直播之外啊，娱乐直播属于给一个粉丝福利啊，但你不说但你就是福利也分很多种，一种就是纯娱乐直播，就像我这样似的啊，就这种或者一些艺人做娱乐直播，就是只是为了给回馈粉丝，跟粉丝聊聊天啊，这是一个回馈型的，因为粉丝支持你，你回馈他，这是属于一个相互的东西，这属于双箭头的啊。但你不能说总在你的直播间说拿一些产品当做福利送给你的粉丝吧，对吧？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就是商业性的东西了。你那种直播呢？你看很多人瞧不起说做直播或者网红，但很多艺人都去干网红的事儿了呀。所以我觉得很正常啊。这个时代在进步，所有人都活在互联网上，所以网红可能只是这个时期对这些大家所认识的人的一个称呼。啊，是这样的，无所谓。我现在就是听到这些话，就是非常的麻木，反而觉得有一种小人得志，不是小人得志啊，有一种这个小人不是特别，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你们帮我想一个成语，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明我样样都就是，比如说出身也好，或者学历也好，啥都不如人家，但现在混的还行啊，比那些出身好的人混的还行，叫什么？叫大器晚成。大器晚成，首先他有个前提，就是这个人年龄够大。我不想听到这种的。有朋友扬眉吐气，哎，这个不错。咸鱼翻身，也可以。人五人六。什么人五人六？你低开高走，厚积薄发，哎，可以啊，狗上人势，哎，也行，哎，上次说我是哮天犬那个人哪去了？你室友呢？你室友说我长得像哮天犬，我这件事我记了，将是半个月，我这件事。老当益壮，闭嘴吧，别说话了啊！刚开播啊，有朋友说以为说忙错过了，我今天就是刚才跟大家说了，现在拍完戏，下午做了个品牌直播，我以为播完了我就回来给你们播，结果后期需要拍摄好多东西，那品牌也挺好。本来我是这些工作室其实是2个工作日的。但他给我并到1个工作日给我做了，也就是下一次我不用去了，这次都把活干完了。然后后来完事儿，拍完我就去做了个核酸，做了个核酸，做完核酸我回来就是一看也快10点半了，播一会儿得了啊。有朋友光宗耀祖，然后有朋友看到光宗耀祖这句话说
光宗耀祖也太好笑了吧？有不好笑？我觉得极为恰当。怎么是？就是你宁哥现在混成这样，就是说一句光宗耀祖这件事儿，不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因为什么呢？就是，还是可以的，还行。有朋友祖坟冒烟，你给我好好说话。不是什么都能开玩笑的，朋友们，你就有点分寸啊，咱们有点尺度。你这一句话给我整破防了，好好说话啊！光耀门楣，哎呀，厉害！不过这戏啥时候杀青啊？这戏啊，对啊，最近一直都在拍啊，天天拍嘛。然后呢，最近排的比较满，因为前期因为那个剧组在磨合，然后呢拍的内容比较少，但现在剧组磨合好了，然后每天下的量就比较大了啊。比如说前天拍了12场戏，昨天拍了8场戏，但是12场戏短的，反正一天基本上12个工作小时，工作时间都给你拍满，就一天就12个小时就都在拍，然后也挺好的。然后呢最近也在赶进度。然后呢，我杀青的话，我预计应该是4月初杀青，预计啊4月初杀青。然后呢，后面还有几天的戏，应该是在北京，我要回北京那个棚里去补几天戏，这个戏也差不多了啊，这个戏也差不多了。求科普啥戏啊？到时候再说吧，因为现在到时候那个拍完再说啊。刚有朋友一直在问说《说英雄》啥时候播，我最近也收到消息了啊，《说英雄》，因为最近我们几个人也没事就唠嗑说《说英雄》啥时候播，然后呢那天那个曾舜晞给我发消息，他说听说这个《说英雄》3月份播，我说你听谁说的？我说他说听说《说英雄》3月份播，我说你听谁说的？他说我听我经纪人说的呀。我说啊，我说。那你问问你经纪人从哪听说的？他经纪人说，我看刘宇宁直播呀，刘宇宁直播说3月份播呀。绝了。那他经纪人倒不是看我直播啊，他是看那个就是一些视频剪辑号，然后说了就提到了啊，说那个视频剪辑号里说啊，刘宇宁、曾舜晞、杨超越拍摄的什么，然后就预计在3月份直播，然后说刘宇宁直播自己透露的，啊，就是我绝了啊！然后现在听说了，因为前2天剧组给我们打电话了，聊了一下，大概啥时候播呢啊？现在这个消息不是我说，不是我自己胡诌的啊，是剧组给我透露的啊，大概5月份左右，5月份左右应该能播啊。对，这个消息比较就是确切一些的啊，因为之前都说就是3月份左右，那3月这个，有朋友说不行啊，等不了了，没事，这个期间会有个综艺给你们看的啊，这个综艺应该也是5月份播吧？对，所以朋友们，3、4月份你们干嘛呢？
赶紧忙工作、忙学习，然后呢，这个到了5月份啊，到了这个五一放假的时候，这个月你们五月就是天哪，5月天哪，真的是啊。全都是事儿啊！你可以看我又有综艺，然后剧也上了，然后平时还有直播，哇，绝了！我的天哪，给你看的够够的，给你看的，给你。忘了吧，忘了吧，忘了吧，忘了你的所有。要不唱首歌吧？你是不是以为我作为一个就是艺人，就是能住得起别墅？也买不起。你看看现在的，你看看你的手表，你现在看看你的手表，看看现在几点了？你这样式儿，你现在在你家直接嗷一嗓子，你给我唱个死了都要爱，你看你邻居下不下来揍你？有朋友我住别墅，有朋友在那公屏上说：“哎呀，宁哥你不住别墅是吧？那我住，你个炫富呢在那儿啊？你这样子，我不信你住别墅。你这样子，你明天拍个小视频，然后发到微博上来艾特我，我看看你家啥样来，好不好？你要真住别墅，你明天就是拿着手机你给我拍，从院里给我进去。”宁哥，你看，这是我家这个别墅的院啊，这是1楼一进门，嘎一打开，这是1楼是一个餐厅啊，左面是这个保姆住的房间，右面呢是这个平时我健身的地方，还有个地下室，地下室平时呢是朋友过来聚会，我们可以当一个 KTV， 还有私立影院。那这个时候上到2楼，2楼基本是客房，是我爸妈什么，你给我拍一个。你明天给我拍一个，你艾特我，我上微博，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住别墅，你还给我俩炫富在那儿，你给我吹牛在那啊。有人说发了你还来，你要来做客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你有别墅我都得去住，就是我去做客是吗？我是圣诞老人吗？从你家别墅烟筒给你扔点玩具给你下去啊！你给我留双袜子，我给你扔个玩具啊！我去不了啊！有没有说老大太瞧不起人了？我也不是瞧不起人，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朋友们，我已经被骗的太多了。因为之前有富婆说送我法拉利，我到今天没收到。你们都是当事人呢。那天不是在直播间有富婆要送我法拉利吗？到今天没有人联系我工作室啊。所以我就有朋友说这是我住别墅，我就是真的是不信。所以在网络上有的时候发言是不用负责的啊，他就也爽了啊！我住别墅，你在网上跟个龙，就是网络上你就是现实当中你可能唯唯诺诺，但网络上你可以重拳出击。有人说我研究生考试过了，恭喜你啊，恭喜你啊，对不对？就是我跟你讲，看我直播都会有好事发生，真的，你们记得点，就是看我直播都会有好事发生的啊，就是除了黑我那些啊，黑我那些朋友呢，你就是容易就是越过越惨，你自己琢磨，哎，你就自己琢磨，哎，你自己琢磨。
我4级过了，是不是？你看，在我这其实有很多就是上学的朋友，学习很好的朋友都在考试，是不是？而且都是看完我直播都顺利通过了。哎，这就是玄学。我升职了，老大啊，恭喜你啊！恭喜你，恭喜你！哪里都是。有朋友说：“宁哥，我延迟开学了。”延迟开学这件事儿，我看我怎么回答，他到底算好事儿还是说不好的事儿？就这个朋友他开学延迟了，他到底算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儿？如果往好事说的话是，你又可以再就是玩一段时间了呀，对吧？你再好好玩一段时间，开学再去好好学习。你现在延迟开学就是天意，让你可以好好玩，对吧？那如果说延迟开学是个坏事儿，是坏事儿，我觉得延迟开学这件事，我觉得不太好，因为可能就是会影响你早日就是接触知识的海洋，这件事可能不太好，我觉得对你人生也是有一些影响啊。就是希望能早点开学吧，你赶紧去好好学习，因为你上学最重要的事儿就是学习。你早一天上学，你就比别人多学一天。所有人都在学习的时候，你在家玩，你就容易就是输在起跑线上。咱们不都说就是在同一个起跑线吗？你起跑线就是延迟开枪了，人家发令枪已经开了，就是所有人往前跑了，你那个面枪坏了，你得等着啊。然后在你这许愿能中10个亿吗？你痴心妄想。我这要有这个功能，我能分给你。我自己先给他搂了啊。有空不放自己的歌吗？放一个。北方的北风，有谁听懂？呼啸而过，又是什么？哦，有朋友说聊聊新综艺啊。新综艺可以啊，聊聊啊！明天要去录综艺了，朋友们。这样式儿，我其实啊，虽然明天就到了现场开始录了，但我也不太敢说，因为就是没录上那一刻，只要没播，都有人让人顶走，很危险。我被人顶的就有点就是害怕，有点心理阴影了。专注许下一个远走自己的路，要去的表情谁来护送？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对，明天去录综艺了。这个综艺还挺好玩的。其实网上已经有好多人已经说过了。我看到网上有人已经说我录啥综艺了，但是人家节目组有节目组的宣传时间，我这一块我不能说嘎，我自己给透露了，嘉宾有谁啊，谁啊，我不能去说呀，对吧？
所以等他那个节目组宣布了，就是那他们弄他们，咱们配合就好了嘛啊。人物都在图说，上天道酬勤，问谁还清醒？与一起为邻，我好几个女。有朋友说看直播比回放清楚多了，哎，是我今天换设备了。啊，我今天的直播，你回头看回放还是这个清晰度，啊，不会影响的啊。呼啸春来，我在天地间豪迈，谁来精彩？哦，英雄气概，热血涌了上来。有朋友说，宁哥谁给你化的妆？我的化妆师啊，怎么你要撬我的化妆师吗？可以啊，就是他也接别的活啊。嗯。这里的故事变成传说，存在。北方的北风有谁听懂？呼啸过是什么内容？后的彩虹，爱要会专注，许一个愿走自己的路。表示谁人护送故事里人物都在途中，这里的中心为谁星星与是命？关于我，可能沧海去过了悬崖，欣赏过最美的繁华盛开。然后说宁哥，你跟尹正脱手是怎么回事？这我跟你讲，这个人啊，我分析一下，刚才说那句话的人，就是你跟尹正这个你俩就是这个牵手让人拍到了是怎么回事？这个人70%是个黑粉啊，因为这么敏感的话题，正常的话，我的粉丝是不敢提出来的。许下一个愿走自己的路，要去的表情，谁来护？这么敏感的话题，我自己的粉丝就尽量会帮我去避免，他根本不可能在直播间里提。啊，有朋友说，宁哥，我也想问，但我不敢问。啊，也没啥不敢问的，也没啥敏感的，开玩笑啊，因为这属于就是私底下聚会被人拍到了，就这么简单，还有啥呀？啊。故事里的人物都在图说。这么事儿啊，是怎么事儿呢？我现在在拍这个戏呢，是这个灵河的啊，也就是白老师公司的。然后呢，这个尹正在拍遮天，然后也是白老师公司的。然后呢，通过这个白老师呢，就跟尹正就认识了，认识就吃饭嘛，吃饭就难免就是喝上几杯嘛。你宁哥酒量又这么差啊，基本就是一喝就醉嘛啊，但是还行，没就是我一般就我酒量一般一杯啤酒啊，啤酒一杯，白酒的话是一盅，就1000那个杯子啊，一盅。白酒，红酒呢？红酒是1/4，基本就吐了。嗯。原来就吃完饭，然后一块送我下来，我们一块就回去了啊，就是那个就撤了，吃完饭撤了就啊，就该回家，该那个什么，该那个休息的都有。嗯。所以也没啥说的，我说真牵手了，就是朋友，你跟你朋友下来，你哎呦我的天哪，就是没有什么牵手，因为就正常往下走嘛，就是朋友关系好就聊聊天什么的，就是也没牵手，牵啥手啊？哪怕2个大老爷们牵手又能咋了？我的妈呀，你们就是脑袋就是想什么玩意儿？谁来精彩？哦，英雄气概，热血涌了上来，这里的故事变成传说。我就发现很多朋友一直在说，哥，你给这个龚俊买设备了吗？我买没买？你是我买了，然后你去给他调试还是怎么事儿？你是要给龚俊调试一下，就给他设置一下，看看怎么用，效果怎么样，是吗？你这块是属于就是那个设备的一个售后，是不是啊？
我不知道啊，都买了送了，我这朋友之间能差这点东西吗？早就送了，而且我一给人，我不仅就是，哎，怎么说呢？不想就是总说这些东西啊，就是朋友之间好像用这些东西来衡量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过年的时候，人家工作也挺好的，啊，他也合作挺多，啊，就是也给我邮了一份礼物，说你给我个地址，我给你邮点礼物吧。然后给我邮了一些吃的东西，他合作那些东西嘛。然后我说那个咱们讲究就是一个礼尚往来嘛，我这块要不你看我这边有这个，就是那个也有一些什么发膜的合作，给你弄点啊，就完事儿了啊，都是反正就是礼尚往来都有的啊。但是这些东西不用你们去操心啊，不用你们操心啊。有朋友说别说了，你们也不用控制我，别说不说的，不用控制我啊！你宁哥知道我在说什么，好不好？你们不用就是替你宁哥去操心，好不好？没事啊。有朋友说别提，不是因为就是每次直播都有人来问说这个设备送没送，你都。最后再给宁哥搞了一个，就是好像我这个人很抠的一个，在这个行业当中，那不完了吗？我这一般我这个人啊，其实在这个行业里，其实真的是不抠的。我跟朋友就是不，比如说同行或者是同事，我都不太抠的。比如像那些，就是比如说吃饭，今天我明知道是这个人请客吃饭，因为他叫我们大家嘛，说哎晚上到哪吃饭，然后我一般叫的这个人肯定是他请嘛，对吧？那肯定是他请。然后呢，我基本去了都之后呢，我就觉得让人请客不太好，我都到隔壁饭店买这个2盒米饭，打包好了去，就是意思我带个菜去，别到时候就是好像全是你请的。我都是这样子，我都怕人家让人落下画饼，都是这种的。你去打听打听啊。在途中，这天高手气，问谁还清醒？与一起为邻，我好奇干预。有朋友说你好贴心呢，对呀。一般其实我一般都是比如说晚上收工了，跟这些艺人朋友说，有朋友说吃个饭，那就吃，我就弄2盒米饭去。然后一般呢，艺人都晚上不吃主食。他们不吃是不吃的事儿，但是我要拿着这2盒米饭去，然后他们不吃，我再拿回家，第2天我吃。但起码就是没说是白吃人家饭，对不对？咱这凡事就是让人挑不出毛病。所以说，朋友们，就是人就是做人。你得学着点儿，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同学聚会，说同学聚会或者朋友请客，你这样式儿，就是人家请你吃饭，你是不是得带瓶酒去啊？对吧？你是不是得带瓶酒去？这是礼尚往来，我觉得这是礼尚往来的事儿。但结果你朋友都开车去的嘛，啊，前提是你这一桌朋友都开车去的，然后你就带瓶酒去，然后呢？你去了就先说那个啊，我今天来带瓶酒，你们开车了吗？说啊，我们都开车啊，那咱不能喝，咱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没事儿，你说那喝点也行，一会儿就要个代驾，没必要，因为前2天代驾可能是有一些我听说一些不好的东西啊，我就不跟你们分享了，但是尽量别喝，很危险啊，好不好？这酒我就拿回去，咱们下次喝。你这样是你又很敞亮，然后你又让人挑不出毛病啊。有人说没事，我有司机。你同学这么狠吗？哦，有朋友说哦，我就是比如说我上同学聚会，我拿瓶酒去了，然后你同学就是当时就是意思你同学就是混得特别好，有司机，他人是老总是吧？你跟人老总吃饭拿瓶酒去，那不骂人吗？
人都老总了，能差你个3瓶5瓶酒了吗？你就别拿了，拿了反而不懂事儿。像如果说同学里有老总，就别拿了。有朋友说我没有不，我今天就非得喝了这瓶酒。那也有一个办法，就是这瓶酒打开那一刻呢，你先就是倒一杯给自己，你说我尝尝，因为这个酒前2天啊就是漏气儿了。你尝完之后说，哎，这酒不行，这酒不行，这酒好像是有点坏了，我先给盖上，我拿回家，我要回头我去找那个商家换一瓶，咱们下次喝。总有办法给带回去的，我跟你讲，就总有办法，看你想不想带了啊。你说这瓶啤酒漏气儿了，我得找那个小卖店，我得去给我换一瓶啊。有朋友说，我朋友会说我也尝一尝，就你把这瓶啤酒打开完了之后，你喝了一瓶，说你这个酒有点坏了，然后你朋友说不，我不相信，我也想尝一尝。应该不至于吧？你这个朋友也是疯了啊！等结局精彩，谁都不准离开。小电视呢？电视在旁边了，要不这样，我把摄像头转过去，你看电视啊，往后就别看我了，行吗？我去睡觉了。一会儿我把镜头咔一转，你们就是看电视吧，然后我去那个什么呢？我去卸妆去了，好吧？我们啊有点晚了，现在11点半了啊，我12点之前就下播了。然后你们现在有朋友困的话，就去睡觉去吧，不用就是硬作陪。啊，我不是你们酒桌上那种朋友啊，不是像你们酒桌上那种朋友。比如说，就是酒桌上总有些朋友是什么样的呢啊？我现在还好，现在是遇不到，但是我总能碰到酒桌上。比如说啊，咱们4个朋友在一块喝酒。然后呢，我那天就是，比如说，我喝了一杯啤酒之后，我就说，我喝不了了，我有点喝多了，我喝不了，我就这些量，我尽力了，我喝不了了，你们喝吧。然后呢，总有一个朋友一定会站出来说，不，我觉得你没多，你不可能喝多了，就是他就是我也纳闷，哎。他好像比我更了解我啊，哎，就是你没多，你不可能喝多了，你这点能多吗？我还不知道你吗？我一想啊，有可能啊，有可能是这样的，那就再来一杯吧，那怎么弄，对吧？还有是啥呢？就是还有就是所有人都差不多就该撤了啊，都是吃差不多，饭也吃饱了，喝也差不多了，就可以回家睡觉了，赶紧就回去吧。他就是不，就是大家走吧啊，别，这样别都别走，这样子咱再来一箱，喝完咱们就杯中酒，咱就走啊，这反正总有这样一人啊。行，那就又要1箱，我就喝完了。喝完之后呢，比如说大家都喝吧，好不容易熬了1个多小时，可能困都不行了啊，就陪着喝。喝完之后，行吧啊，这喝完走吧，撤吧啊，这样咱去吃点夜宵吧。
那晚刚开个面馆，凌晨那个24小时营业，咱们再吃碗面夜宵去，咱一人吃碗面溜溜，好不好？刚喝完酒肚子难受，来碗面溜一溜。啊，行吧，就去就溜啊，溜完了，到了那个拉面馆之后呢，说这样吧，咱们一人再来一瓶吧。吃个拉面就是再喝一顿，哎。就是有些人吧，就是对我相信朋友们现实当中也一定会遇到这种人的，就他是不想回家，但你是得回去啊，现在还好啊，现在就是可能我接触这些人呢，就是都是很聪明的人。我接触这些人就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能不喝就不喝，只要能不喝，他绝对不会喝的那种的。啊，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跟很多艺人出去吃饭，啊，跟很多艺人一块吃饭。然后呢，可能就现场有那种，因为演员也有一些爱喝酒的那种啊，就比如说不是爱喝酒，就是可能喜欢喝一下啊，也不是酗酒，就是喜欢喝，说朋友聊天喝点酒也挺开心的嘛。然后呢，就可能就是说爱喝点酒，然后有些艺人就说啊，我不喝酒，我从来不喝酒，我喝不了酒，我酒量特别差，我喝完那个过敏，直接就是给你俩玩过敏这一套，生理状况不行了。我说那因为我也不爱喝酒，我一般就是，但人家跟我喝，我就说那就少喝一点可以，但是我酒量不行，因为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酒量不行。然后，但是有些艺人呢，就是这种的，就是对不起，那个我喝不了，我喝完浑身起疹的，我从脖子的地方到这个身上都是疹的，就通红的。然后呢，我们当然我们也不是那种就是肯定说啊，那你别喝了啊，就下次在别的局上那个频频举杯去敬那些平台领导啊。哎，你好，我是谁谁那个你好，我敬你一杯。然后呢，那个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随时找我。我这一看，这不两副面孔子吗？这个时候你是提前吃了过敏药是不是？还是说你对这个东西已经脱敏了？你已经瞬间就是。回来我想去就觉得就是我们就不值得喝，那就别喝去也无所谓。回头想想可能是对我们过敏。这晚上这桌子上给他忙活了，一会儿加这个微信敬人一杯，一会儿加那个微信敬人一杯的。你挺能喝呀，也不过敏呐啊？不知道啊，管他呢，有我说这个宁哥，我今天心情不好，求你安慰安慰我。我觉得我在此时此刻凌晨已经是不凌晨半夜已经11点34分了，你还能听到你宁哥在这给你叭叭给你讲笑话啊，这已经对你一个最大的安慰了，明白吗？有几个艺人，有几个你喜欢的这个爱豆能够在此时此刻11点还跟你俩唠唠嗑呢？啊，有几个人？你告诉我有吗？没有了吧？还安慰不到你吗？有朋友说这个你是不是喝了之后脸全红？咱别讨论这话题，差不多得了。不是自己的强项就不能说聊太深啊。
就是你不是你强项，你跟人聊完之后也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打点儿的一个东西。有人说宁哥，你今天涨了多少粉？我不知道，今天看不出来，因为我手机直播才能看出来。所以呢，现在此时此刻，朋友们，你们在我这个直播间里还没关注我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好不好？谢谢各位了，关注一下不丢人啊！你就是你的每一个关注都会影响我下一个工作的这个接的顺不顺利。你就当做个善事儿啊，关注一下我的微博，下次我直播的时候也可能就会通知你。你想看你就来看看，不想看也不会影响你这个正常的生活，好不好？帮我关注一下，谢谢各位了啊！有朋友说特别关注啊，好的好的，谢谢各位，哎，你们就是现在11点，我就考察一下，现在很多就是朋友们，你们就是在场的朋友们，你们的年龄现在是多大？就是你把你的年龄打在公屏哈，我想看看，就是11点半还没睡觉的，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年龄段啊？就是26、24、19、20、18、21、15，20、34、85， 17、85。你不是说85吧？你是想打你是85年的吧？67，当我没说啊，因为无论就是证明了一件事儿，无论什么年龄段啊，都是什么呢？都是有熬夜这个习惯的啊！别说就是说长大了就懂事了，也没有，有些朋友80多岁了还熬夜呢啊。有朋友说今天我刚好100岁大寿，就今天刚好100岁是吧？但是你的这个微博名叫贾斯汀啊，你都100岁了还用这么潮的就是一个网名啊？厉害啊！有朋友说看不起老年人，不是看不起，因为我知道我妈的年龄段，他们用的网名都是啥。如果他真是说今年过了100岁，还用就是 Justin 这种的，这种名字，我觉得就是有点不是说瞧不起，我就是有点就崇拜，有点，简直就是得给人跪下啊！对，就是长辈儿那种名字，要不就是什么就是出水芙蓉啊，这个什么富贵之家呀，要不就是什么百合呀这种的啊，花开富贵呀，对对，你们好像荷塘月色，对，就是有个淡淡清香。你妈妈的这个微信名叫淡淡清香是吗？平安是福，可以啊，可以，有人说我爸妈是自己的名字，可以的，那也可以，也可以。你爸妈自己的名字也可以的，那应该加的都是就是朋友吧，或者是同事什么的，我直播间有跟我讨论游戏的啊，然后呢，因为我直播间我的粉丝都不玩游戏，然后他们也不知道游戏，所以我就尽量不讲游戏的话题啊。也朋友刚好问我玩没玩《艾尔登法环》，
非常想玩，没时间玩，最近确实太忙了啊，那游戏没玩呢，但我会找一个时间把那个玩来的。我是一个什么呢？我是一个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玩这个英雄联盟啊，玩王者荣耀啊，或者玩吃鸡这种游戏是吧？都大部分的人都玩，但是我是不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种游戏呢，就是需要什么呢？需要长时间的时间去练技术，就玩的很少。我玩就是也不是说完全不玩，玩的非常少。就是除非说朋友说玩一局我就玩一局，但是因为那种游戏需要你长时间去练，你宁哥呢又有一个好胜的心理，每天让人就是生活已经让我如此的艰难，我再在游戏里让人虐，我何必呢？所以我玩的游戏基本就是那种什么呢？我只要玩游戏，基本就是只要我充钱，我就是大王。我哪怕今天这顿饭，我这件衣服不舍得买，我把这个钱呢充到游戏里。我上去砍2个人，我也觉得开心。我属于这种的，有朋友说给我推荐几个游戏，说比如说好玩的啊，游戏什么原神呐、什么这种游戏啊，就是我玩不了这样游戏。原神我是玩不了。啊，因为地图自己跑这件事我接受不了。啊，我玩的游戏必须是一键就是导航，然后呢必须得带 VIP 几那种的。我这么说，很多玩游戏的人应该知道，我玩的游戏必须就是比如说充2000块钱就是 VIP 6，啊，送一堆礼包。剑网3前2天手游出了嘛，我就玩了，玩不下去啊，玩不下去。换个音乐啊！你们对我现在直播间的一个音乐都这块就是有一些需求了吗？来，朋友们，唱首歌，这首歌叫做《黑夜一束光》，特别适合在这个半夜12点唱给朋友们。我就是你们这个黑夜一束光，好不好？未来还能承受多少伤，才练就铁石心肠。喂，没有混响了，是什么意思？喂，啊，好了，不好意思，我的错，重来一下啊。黑夜一束光歌词。摩登兄弟刘宇宁《黑夜一束光》歌词。算了，还是打字吧，磨叽死我了。看来刘宇宁不怎么红。未来还能承受多少伤，才练就铁石心肠，用真心换来一场荒唐。但有一束光拉不着我，是我最终的信仰。人活在白天，却禁锢在黑夜，任它猖狂，任它猖狂。你是黑夜的一束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将我勇敢的闯，借我温柔的肩膀，
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黑夜里曙光，我也触到了光芒。未来怎能够太过认真，才换来满身伤痕？回忆越漫长，念念不忘。执着的人用沉默抵挡，在心中渐多成长。无解的荒唐，我还是这样飞于流长，飞于流长。你是黑夜里曙光，照亮心如死灰的过往。你将我勇敢的双，借我温柔的肩膀。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黑夜里曙光，我也触到了光芒。等我有天变强大，等我们都换了白发，我也不能忘记，至少迷失了唯有你。黑夜里曙光，照亮泪如雨下的眼眶，将我的心安放，赐我温柔的肩膀。黑夜里曙光，我也触到了光芒。那些曾经跨过我的绝望，终将赋予我翱翔的力量。黑夜里曙光，我也触到了光芒。谢谢。完全醒了。那么接下来来一首来自我们大张伟老师的歌，好不好？就是大张伟老师的歌，一般都让人听了之后，就是会进入一个非常美好的梦乡。来个大张伟老师什么歌？唱一个，翻唱他一个歌。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算了吧，算了吧，我怕唱完之后你们真的睡不着觉了。我怎么这么好看？唱一个。王鑫啊，给我拿个墨镜给我。我现在需要一个设备啊！不行，我等朋友等我给空调关了，太热了，感觉我就要热死了，我一会儿要。
忘了吧，忘了吧啦，忘了吧啦，忘了吧啦。来啊！我觉得是得加个，是时候展现一波特效了。我看看有没有特效。等一下啊，我看一下。我开一个Ultra 10。哎哎哎啊啊啊！OK。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 ，fla fla， 我让野花猛然一下黄。我觉得这样吧，咱们就这个歌别我自己唱了，邀请大张伟跟我一块唱吧，好不好，朋友们？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 ，fla fla， 我让野花猛然一下慌乱 fla fla， 我让空气虽然一下肃然 fla fla， 这个地球有人围住我转 yeah yeah， 我让小小心人围着灿烂 fla fla， 我让花朵嫣然围着摇蝉 fla fla， 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 fla fla， 瑟瑟跑残让人万物喜欢 yeah yeah， 我让停止怦然撩起波澜我让万物傲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飞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怎么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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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这么好看？怎么好看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看怎么好看怎么办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 fla fla， 我让烟花猛然一下慌乱 fla fla， 我让空气虽然一下肃然 fla fla， 整个地球有人围住我转 yeah yeah， 我让小鸟欣然围着赞，我让花朵嫣然围着闪，我让鱼儿跃然围着追赶，秀色华赞当然万物喜欢，我让心事怦然撩起波澜，我让麻木傲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飞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呀，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1, 2, 3, go! 我怎么这么好这么好看怎么办？我怎么这么好这么好看怎么办？Everybody！
真的好看。眼镜没甩下来。好，朋友们，我相信朋友们听完这个歌，就是可以去轻松的去入睡了。朋友们，听完这个歌，瞬间感觉困意十足，对不对，朋友们？那我也差不多了。大晚上蹦迪吗？其实我朋友们说句实话啊，你宁哥以前是在酒吧唱过歌，但是我们那个酒吧属于什么呢？属于一个就是清吧。哎，什么叫清吧呢？就是那个，就是酒吧里只唱歌，不蹦迪，对吧？所以我对这个蹦迪音乐其实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有朋友告我来个，就是让我来一个，就是安可，是吧？就刚才那个没嗨了，是不是要再来一个嗨的？那我想想什么是嗨的啊？就朋友们这样式儿，你们有什么歌就是让你们就是能够摇的，就是在电脑屏幕或者在手机面前听完就想跟我摇，有没有就那种歌给我推荐一个？因为我确实不太懂。有没有那种的？有857。看废的，哎呦我，这是我粉丝吧 ？FADE。Everybody， 哎，为什么就是就是嗨之前必须要说个 everybody 呢？然后 put your hands up，put your hands up， 就是必须得来一套啊！你们没觉得就是好像所有的这种就是嗨之前必须有一个就是 everybody。这歌啥调的？G调的，是不是？喂，好，朋友们，嗨起来，朋友们啊 ！Everybody， 在这个神奇的夜晚，由摩登兄弟刘玉宁为你一起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Afraid our aim is out of sight. Wanna see us alive. We are you now. We are you now. We are you now. Was it all in my fantasy? We are you now. We're only imaginary. Everybody, 新年快乐！We are you now. Another dream. The monsters running wild inside of me. I'm faded. I'm faded. So lost. I'm faded. I'm faded. So lost. I'm faded. These shallow waters never met what I need.
朋友们，一会儿到了那个地方该摇，朋友们，你们在这个电脑前或者手机前一定要给我摇起来，好不好？咱们听我的指挥啊，嗨起来，然后嗨完咱们一块儿睡觉，咱们就赶紧就是进入。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哎，刚才好像没给你们点儿，是不是啊？刚才好像没给你们点儿。我得给你们喊个点儿，你们才能跟我一块摇，是不是？这样式儿，我就有一个 1 2 3，好不好？来一个啊 ！1 2。这个歌就有一个缺点，就点儿不好卡，刚才就喊晚了。再来一下啊！不好意思，就是以前也是干过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歌是不太好摇的，啊，确实这个因为这个点儿不太好卡，它不像刚才那个好卡。再来一个啊 ，1 2，我的 3 没说出来，不好意思，再来一下啊。早了，喊早了，不好意思，这次是早了。再来一下啊，又没卡上。Everybody, are you ready? 1 2 3 go！我再试一次，朋友们，这次要再这是什么玩意儿？节奏感这么差吗？1 2 3 go！ 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他这个音乐啊，他做的非常的就是这种故意晃我。我知道了，我按常规的来就不行，我一定比那个常规的要晚2拍。我这次明白了，来啊，朋友们，来了啊，准备摇了啊！ Are you ready？ 这他没给我反应的机会，他进这么快吗？我往前倒一倒，刚才这个人太仓促了，再来一下。Where are you now? Where are you now? 1 2 3 go！ 嗨了。I'm faded. I'm faded. So lost. I'm faded. I'm faded. So lost. I'm faded.
有朋友说，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在我的字典里没有尴尬这个词，我就没有字典。不看那个啊。行了，朋友们啊，莫名其妙的，我本来寻思12点之前给你们下播了，结果刚才我先多播一会儿吧，因为下一次直播不知何年何月了。但是尽量，因为尽量，只要我没有工作，你也能看出来宁哥已经就是这么今天干仨活啊。当然也希望你们能够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明天呢，你们还要上班的朋友，上学的朋友，然后也希望你们明天加油啊！明天周五坚持一天，周六周日可以休息了，好不好？那也在这里呢，也祝各位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美好的夜晚。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咱们下次直播，朋友们不见不散，晚安各位。特别是